各位朋友啊，這一次的軍購案呢，其實國民黨和鄭麗文的聲望呢，全都是受損頗大。有人說不對，你們都理解錯了啊！我看有台灣的粉絲留言說，不是說那個發價書不提了，而是更嚴格的規定了美國的發價書。我去看了一下最終的那個決議，還真是啊。那麼總額呢是框定7800億，藍白兩黨呢在條例中呢也加入了多重的限制。一是條例的有效期為1年，美國的第二部發價書必須在1年內發出才能納入預算總額。第二是第二波預算必須以發價書為基礎據實編列。三是這個條例通過以後，防務部門就第一波發價書需向立院做專項報告，並質詢，經立院同意才能編列。第二波預算呢，編列的比照第一波的程序辦理。四是台的防務部門必須在本條例通過1個月內向立院報告5年內的軍購實施情況，報立院審查。這個5呢，條例限定只是對美國的軍購，不得向他國採購。應該來說，這個上述的限制性的規定呢，應當是精心設計的表述，基本上呢與鄭麗文當初的3800億加 N 的版本所要達到的初衷相當。只不過呢，那個條例中規定呢，第二波軍購案呢，在那個3800億那個版本中應該另立新案但是呢，這一次呢不必再另外這個立新案了但是呢，兩波軍購都必須得有發價書你要按說吧，確實是守住了鄭麗文當初版本的那個底線。可是問題是，這些吃瓜群眾他可不懂這些專業的東西他只看到那個數字包括很多的媒體人他只看數字朋友们，從數字上看，那鄭麗文就是輸了呀，趙少康的8000貓他就是贏了呀，朋友們，對嗎？你看好多人出來罵這個鄭麗文，那些人可不管你有沒有發價書他就是說你就是7800億了，你跟人家趙少康有什麼區別呀？所以很多台灣的媒體，包括綠營的一些名嘴，包括綠營的那些媒體，全都說鄭麗文這一次呢是一敗塗地。這個你講講看。3800加 N 8000億1.25兆，我已經公布你我相信 Chris 跟小魚都已經聽到，都會背了啦。所以我的態度都已經講過了，就不用再贅述了。國民黨等於是願意接受往上走。那我現在也 Q 幾個很快的都簡短。那國民黨不用說服其他人，國民黨只要說服盧秀燕就可以了。那現在目前盧秀燕版本、韓國瑜版本跟多數的國民黨立委的版本，顯然是占上風嘛，因為自己都已經覺得應該是8000。第二個部分就是剛剛元之在講的，都想要看到發價書。我們先不要討論現在話題，我先講一件事這個嘉瑜明年就要去走奧斯卡金像獎的，你至少要拍電影才能參加奧斯卡金像獎嘛。他是顯然跟美國有接觸，跟 AIT 有談過的，包含國民黨裡面的大咖跟立委都知道後面還有第二階段。可是既然可能有這個狀況，我都知道周杰倫要開演唱會了，我想買2張，我就不會帶1張的錢去買。我能買2張我就買我怎麼可能只帶1張的錢你可以讓我買第2張了，我再回家去拿錢嗎？美湖一定叫 Chris Beck 就這麼簡單嘛。所以盧秀燕就告訴你全世界都在搶，所以他認為不用等發價書嘛。所以我並不是說有人講說好了啦，又在那邊見縫插針，這都是國民黨的有識之士、了解軍購的人在講說我們何必。但是你說上禮拜我講我不了解鄭麗文為什麼要這樣做，我真不了解，因為沒有太大的意義。8000億跟3800加 N， 總之你也知道後面的發價書，你也知道後面發價書沒有來，他不會因為條例通過他就可以亂花那個錢，他還得要送預算。你當然國民黨的立委跟包含民進黨的，你就要幫大家把關現在我們在討論一件事情，我覺得我都願意接受藍綠白是沒有人要讓不管藍有綠有任何紅有去貪贓枉法，去中間賺回扣，去把那個錢亂買到爛的東西，沒有人要的啦。可是當我們知道美國要賣武器的時候，你要趕快的去把這些東西拿到以後，提升我們的裝備。第二個，剛剛所講的這個狀況，韓國瑜院長顯然很清楚。那我不管是擦槍走火還是感情澎湃，
我最近都覺得說都挺傷的呀，每次我都可以跟我的大哥郭子乾還可以聊天，對不對？因為我都發現網軍根本來不及攻擊我，都跑去攻擊趙少康跟韓國瑜了，對吧？我整個肩膀都鬆了啊，根本來不及攻擊我。綠友和車還有綠國瑜，還有綠少康啊，所有跟柯志恩都是綠的。他在內部說不要把我們給賣了。那你怎麼會把8000億這個事情拿來當成是賣黨求榮呢？如果你認為這個東西是爛貨，我真的不客氣的講一句了哈，如果真的國民黨認為這個事情這麼的不可行，完全只是出於美國壓力，對台灣一點好處都沒有，不要講3800啦，1塊錢都不要過，全部都年度預算就好了。剛於是講的對啊，我們今年年度預算就9000億了，一年3兆裡面就9000億了，你為什麼要多編特別條例？如果你覺得不需要，1毛錢都不給過，才是叫做對選民負責。所以我才會說，這個是只有需要跟不需要，以及東西什麼時候買、什麼時候來的問題，沒有藍綠的問題，沒有白的問題。你認為不需要的，那你就勇敢告訴所有的選民，我要反對。你認為需要的，你就讓他過。但是因為國民黨的這個支持者長期已經認為這個軍購非常的這個不堪，而且覺得根本不需要，所以才會回過頭來去給這些支持的人壓力，去給韓國瑜壓力。你以為沒有在網絡上面罵韓國瑜嗎？看到還蠻多，不知道是真人還是網軍啊，罵趙少康、罵韓國瑜的。請等一下，剛剛元生所講的那是最後那一部分無人機的，我覺得這可能是折中之道，就是盧秀燕所說的。那最後那個無人機的部分是不是就變成年度預算？可是連8000億都會被國民黨的黃復興的支持者痛罵是賣黨求榮，就代表狗咬尾巴，尾巴咬狗。國民黨支持者已經真的深信對美國軍購只是對美國下跪，被美國予取予求。那如果真的這麼不堪，我建議國民党根本就不要買。那不要買的情況之下，你就不會對美國這個下跪，對美國予取予求啦。我們幹嘛要聽美國的？如果這個東西真的這麼差，我覺得應該拒絕。但如果不是，之前又為何用那麼高的強度，連程序委員會都不排案，10個禮拜擋在那邊？這是我覺得國民黨應該在前面的部分哈，這個叫做前句，後面不會就未必攻啊。前面對這個特別條例的反彈的那個強度跟那個論點太過於強烈，以至於現在目前要轉回來，你被你自己人罵，你不用被民進黨人罵，國民黨支持者自己都告訴你為什麼要8000億。到今天我都看到很多人支持鄭麗文，國民黨的這些立委不要變成這個美國的走狗。那國民黨自己要去承受。啊，其實剛剛這個佩祥委員啊，因為他身為黨團幹部，他已經講得非常清楚，我覺得也很持平啊，就是分析一下為什麼黨中央是3800，那為什麼會有8000億版本？可是剛剛佩祥委員所講的這一些堅持，在1個多月以前，來觀眾朋友看一下，台中市長盧秀燕都已經全部解釋過了，他已經在這樣子完全一樣的基礎，而且盧秀燕委員以前也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而且他的論文寫的也是機密預算，不必等發價書，可能沒有發價書。我剛前面一段不在講嗎？但是觀眾朋友必須有一點，我寫了一篇文章，很多網友並沒有了解，因為我在諷刺，不是尾巴咬狗，狗咬尾巴的意思，就是說狗先咬尾巴，尾巴。這個呂偉漢言必稱盧秀燕，盧秀燕是國民黨的慈禧太后嗎？垂簾聽政嗎？盧秀燕是什麼都懂嗎？她是軍事專家嗎？美國賣的武器全世界都在搶，無論賣什麼破爛，台灣必須得搶過去嗎？呂偉漢啊，這個侯漢廷是聽不下去啊，應該全部開除。來這個漢廷。我覺得目前國民黨不要把內部矛盾上升到敵我矛盾，不論是3800加 N 或者是8000，都是黨內矛盾嘛，不至於到你死我活拉邊站隊的對立。那不論現在媒體公開了多少人支持哪一個版本，加總起來也沒過半數，表示啥？多數的委員他可能沒有意見，真的覺得只要黨部或黨團大家有意見的表達完，最後有一個決定，我們就團結支持，有個論述就好了。像現在還有媒體下標有5個太陽那請問普通的藍營支持者或反對民進黨的人，為什麼我要在5個太陽裡面選邊站？而且你們5個人難道沒有電話嗎？你們不能夠私下聊一聊嗎？都要透過媒體放話嗎？這句話好熟悉哦，我們上次也講過類似的話。對啊，就你們5個人不能夠自己聊一下嗎？為什麼我們要在你們5個人當中選邊站呢？罵誰都不對啊！所以大家都希望黨內趕快決定一個版本。那現在認真分析3月份黨團已經通過3800加 N 了，為什麼後來要繼續討論8000呢？我覺得有幾個因素。第一個，人情壓力，比如說，我長輩支持 A 版本，那長輩挺我，對吧？所以我就支持哪個版本。第二，美國壓力嘛，
這個美國壓力，不論它到底是恐嚇、威逼利誘，好，或者是讓人擔心選舉選不上，或者擔心被美國抓把柄，或者擔心的身家性命財產受到了安全，或者拿到軍火商的搭了，總之它就叫做美國壓力。再來第三個，選民壓力。因為確實就會有選民覺得，不管他的覺得是綠營洗給他的，還是因為藍營自己論述不足或論述很難被改變，總會有人認為3800賣台，8000哦沒那麼賣台，對吧？但你如果認真論述，3800也是愛台啊，3800我們看緊荷包，我們堅守程序正義，我們反對黑箱，反對空白授權，3800加 N 也是愛台啊。好，但不管，因為可能實際上要去跟選民溝通跟說服太過困難，所以選民壓力。那在第四個因素是什麼呢？鬥鄭麗文，就是鬥鄭麗文。那鬥鄭麗文有幾個層次，比如說第一個個人恩怨，總有個人恩怨；第二個因素就是為黨好，有人認為為了國民黨好，必須反對鄭麗文。那也有第三個原因，比如說他覺得為了美國好，為了美國好，必須要鬥鄭麗文，這些都是綜合因素。但總而言之，作為支持者，只希望你們趕快解決，而且重點要拉回到批判民進黨。畢竟綠營說1.25兆支持，不然就不愛台灣。哪有這種講法？國民黨當初提的幾個要求都是很正確，比如說支持軍人加薪啊，希望要有更好的貨，希望貨能夠趕快到，不要讓茶葉行修馬桶的都能夠得到這些軍火。這些是不是支持？這些才是支持國防。但綠營支持這些嗎？綠營都不支持。好，我們進一下廣告。問一下亮哥，您怎麼看？今天的重大消息呢，就是針對於軍購案的部分哦，您怎麼看呢？哈，你也看到哈，這個關於這個相關的這個錢的部分，現在呢，立法院呢在今天3讀了，通過了軍購特別條例，朝野經過表決，通過了是藍白黨團提出了修正動議的版本，那就是呢說預算金額總計是7800億元，不過呢它是有這個一些，比如說第一個呢是呢實行1年之後同意出售新的一批的這個導彈飛彈等等的，那上限是4800億，那一開始呢是3000億嘛，所以加起來是7800億，等於是分2批來編列。好，您怎麼看？我這個不能這樣看啊，因為它是條例，條例是法律了，現在沒有特別預算啊。它條例明文規定要有發價書才能編列哦，所以現在的狀況就只能編3000億啊，這個才是這個法案的真實內容啊。因為我剛剛看到媒體又有一堆人在鬥鄭麗文了啊，說鄭麗文領導受挫，他哪有受挫？這個方案不就是他們要的嗎？兩邊都可以解釋，兩邊都可以解釋的方案。對了，可是鄭麗文沒有輸啊，因為他就是覺得只能夠省3000億啊。民眾黨還更嚴格啊，所以變成3000億啊。對，本來是說3800嘛，結果大家嚴格去算，有發價書的只有3000億，所以就是3000億。對，所以我覺得事實上鄭麗文的主要主張就是要捍衛預算制度嘛，所以沒有發價書，我們不編預算。是，所以現在事實上並沒有特別預算送審，沒有，現在是特別條例，那未來就要根據特別條例來編預算。所以未來只能送3000億。所以賴清德大概今天就哭死了。我跟你講，這個不是只有一個面哦，說國民黨得罪美國了，不是這樣啊。不是，其實美國也會對賴清德的執政能力懷疑啊。你怎麼搞不定呢？這個其實會影響他的執政啊。所以美國會開始重新評估台灣未來的政治形勢了，就是說恐怕兩黨都要接觸了。這個針對軍購條例，我們必須要再次強調，在野黨的角色就是要在安全跟財政穩定之中求取最佳的平衡。對台灣的軍售行之有年，有相對明確的程序，有發價的數字，項目也相對清楚，所以要用特別條例來授權編列特別預算，上稱還有正當性，我們可以接受，這是大原則。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如果要夾帶商購、偽制，把數量膨脹到天文數字的時候，我們在一開始就講得非常清楚，這樣子的主張
只會造成審查的困難。事實上，我們也花了太多的時間在討論3黨完全沒有共識的項目，所以這個條例花了這麼長的時間才能夠進入3讀的這樣子的一個程序。我必須要還原一下，在這個過程中，美方當然屢次的來拜訪溝通，但他們希望的是共商解決的方案。我們在野黨的每一個立法委員在跟美方會談的過程中，也一直都堅守原則。軍購的部分發價書來了，當然可以，但是其他的部分愛難接受。這樣子的說法跟主張，其實美方也能夠尊重在野黨的角色，並且表達充分的諒解。在多參眾議員來訪的同時，我們也當面強烈的表達，第2波的發價書應該要趕快的過來，才有助於這個條例的審查跟通過。也因為這樣，才有了後續的信函，說 following weeks 接下來的幾周會有正面的消息。基於禮儀，這樣子的訊息，我們願意正面的解讀，但是我們絕對不會隨便。在項目裡面，我們除了第一波發價書已經來的各種項目明確列入之外，第2波發價書，我們要求在條例施行後1年，發價書一定要來。如果發價書沒有辦法在這個時間內完成公布等等的相關程序，那麼第2波發價書的各項內容也不會成為條例中的項目。換言之，第2波的4800億1毛都不准用。這就是原則。在條例審查攻防的過程中，我們看到太多有心人士操作抹黑抹紅，謠言不斷，放話不停。要團結，請所有好朋友共同三思。我想這實在是不可取的行為。而在這個過程中，意圖利用美國大搞情緒勒索，那更不可取。我們必須講，審查的過程中，我們承受很大的壓力。但是原則，我們1分都不會退讓。沒有發價書的軍購預算，1毛都別想動。謝謝大家。好，謝謝。我常說仁義極端就腦殘。這2天呢，也是有很多鄭麗文的腦殘粉過來留言，說鄭麗文沒有聲望受損。他也沒有輸這個3000億是鄭麗文的勝利7800億是他的勝利。哎呀，這個事情呢，我不是一直給大夥說了嗎？就是外界的普通民眾的觀感是盯着那個數字。你看，這不是我的這種看法，而是大陸的媒體和台灣的媒體的絕大多數的共同的看法。你們沒有感覺到嗎？其實什麼都不是關鍵這個鄭麗文的3800億和現在的8000億沒有任何區別，只要是美國敢賣，台灣就必須買。所以從實質上來講，沒有任何的區別，只不過是鄭麗文主席的聲望是在那個3800億的數字上，而現在那個數字變成了7800億。你說鄭麗文能贏了嗎？所以仁義極端就腦殘，明白嗎？還是人家黃征輝艦長說的對，無論你買多少武器，在解放軍的如來神掌面前，那都是炮灰。只不過這些人把這個錢挪到美國去，貪了就跑而已。軍事採購的特別預算，順便告訴你，這是機密，在裡面上下其手輕而易舉。他們的貪叫做明火執仗。他知道台獨不可能，他知道他們終究會被統一，所以怎麼辦？想盡了方法，盡量現在能夠貪就貪，將來有一天真的被統一，這些人很難在這裡待的，趕快跑掉。所以說，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在軍購孝敬美國這一件事上，他們其實一丘之貉，
点個訂閱，咱們下期再聊。